18-year-old Samantha Koenig was closing up the coffee stand where she worked when cops say surveillance video shows an armed man abducting her and taking her away. Police say the two left the area on foot, and Koenig's family has not heard from her since. I want to ask for her captors if they would please send my daughter home. I will give you anything in this world. Call me anonymously. You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the police. I will meet you. I will give you whatever you want. 嗨，大家好吗？欢迎收听黑天鹅。2012年，美国阿拉斯加一名少女咖啡师在上班时遭人绑架。几周后，她的父母收到赎金要求，但照片里的她看起来却有股说不上来的怪。爱女心切的他们立即支付了赎金，然而歹徒却没有依约返还人质。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这起绑架案变得越来越可疑。最终，警方在结冰的河底找到消失1个多月的女孩，证实整起事件就是场伪装成路人勒赎的谋杀。这名绑匪究竟是谁？他在落网后又会对警察说出什么样的惊人之语？让我们从2012年的2月说起。2012年2月1号礼拜三晚间大约7点55分，一间位于阿拉斯加安克拉治的咖啡屋正准备打烊。这间咖啡得来速的店铺不大，大约一个货柜大小，但它蓝绿色的外观搭配屋顶闪烁的挂灯，让它在夜晚的停车场边依然保有存在感。此刻独自在店里做收拾工作的是18岁的 Samantha Koenig， 她在出餐窗口旁边擦拭着台面，预计等会儿8点一到就要关门。这个时候，一个黑衣男子突然出现在窗外，他手里拿着自备的保温杯，说想要点一杯美式。按理来说，在这打烊的点上 ，Samantha 是可以不接单的，但好心的他还是收下了男子的杯子，开始在机台前忙活。冲一杯美式很快 ，Samantha 在1分钟内就把客人的咖啡递出窗口，准备收钱了。怎料下一秒，男子竟然从外套里掏出武器指向他，要他立刻把灯关掉，并把收银机里的钱通通交出来。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惊恐的 Samantha 举着双手倒退了几步，接着他将店里的电源关闭，并听从对方的指示在地上趴好。截至目前为止，男子都表现得他是单纯来抢劫的， Samantha 也相信对方拿到钱就会离开。但当男子从窗口爬进来，开始用束带绑他的手，他就察觉事情没有对方说的那么简单。Samantha 警告男子说他的爸爸很快会过来接他下班，但男子丝毫不为所动。他迅速搜刮店里的财物，也拿走 Samantha 的包包。接着他把 Samantha 从地上架起来，往咖啡屋的门口走去。这名男子一手拿枪，一手抓人，将吓得发抖的 Samantha 强按在他右侧的胸膛上。他们边走边和几位出入停车场的民众擦肩而过。每当 Samantha 想发出声音或挣脱，那把抵在他腰后的枪就会用力地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途中 Samantha 曾试着要逃走，但男子很快就追上去将他扑倒，硬生生地把他给抓了回来。晚间8点20分，距离咖啡屋约200公尺的监视器拍到两人朝着一台白色的皮卡走去。当时路旁的 IHOP 松饼店还开着，停车场也还有零星的路人在走动。然而他们谁都没有察觉异状，更不晓得一个18岁的女孩就将要被这台卡车载走，永远消失在寒冷的夜里。时间来到晚上8点半，来咖啡屋接 Samantha 下班的不是爸爸，而是男朋友。由于 Samantha 跟男友共用一台车，男友那天早就跟 Samantha 说好他会负责接送，结果现在咖啡屋打烊关门了，他却找不到 Samantha 的人。接下来整个晚上，他都在给 Samantha 传讯息和打电话，可通通都没用。更奇怪的是，当晚凌晨3点，他撞见一名蒙面男子在他和 Samantha 的车子旁边鬼鬼祟祟。等他追上去的时候，那个蒙面人已经跑了，而且他和 Samantha 放在车上的提款卡也跟着不翼而飞。男友当下立即把这一连串的怪事说给 Samantha 的爸爸听，两人在经过一夜的商讨后，决定天亮就向警察报案。次日接到通报的警方开始侦办这起诡异的抢案，而 Samantha 的家人也没有闲着，他们创立脸书专页，制作海报和举办集会，恳求社区帮忙打听 Samantha 的下落。此举在当地获得广大的响应，安克拉治的街头上上下下都可见寻人启事张贴，连阿拉斯加格斗锦标赛的中场都在为 Samantha 的破案赏金募款。 So this is what we're asking you to do right now. If you have any money that you would like to donate towards this reward, we ask that you throw it into the cage right now. We'll give it to the family
that the AFC cares about our community, and we want to find Samantha Koenig alive and well, and we're doing our part to help raise money to help find her. So please. 然而2个礼拜过去了，众人依然没有 Samantha 的消息。更令人泄气的是，警方那边唯一掌握的线索也只有那辆白色的皮卡车。可这种车光是在安克拉治就有几千台，他们该如何查起？现实是残酷的，即使当地警局找来 FBI 帮忙，在证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办案的进度依然停滞不前。不过就在众人心灰意冷之时，案情有了意外的进展。2月24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3个礼拜， Samantha 的男友收到了从 Samantha 的手机传来的简讯，上面说康纳斯公园标牌艾尔伯特的照片下面，她是不是很美啊？家属相信这不明所以的简讯绝对是来自绑匪，因此他们火速通报警方，让人员赶紧前往康纳斯公园一探究竟。警员们抵达公园后，果然在告示牌上看到一张纪念传单，传单上的照片是一只叫艾尔伯特的狗狗，然后传单下面有一个透明的夹链袋，里头装着一张用打字机打的信和 Samantha 的照片。绑匪在信里头呢，要求家属汇3万美元到 Samantha 的户头作为赎金，并承诺他收到钱后就会放人。然而随信附上的照片画质非常糟，照片里的 Samantha 不止模糊，看起来也不太对劲。她的眼睛泛黄，头发绑了辫子，脸旁边还有一份11天前的报纸。Samantha 的爸爸表示，他从来没有看过女儿绑过辫子，但他确定照片上的的确就是女儿没错。经过一番讨论，警方决定与银行合作，并指示爸爸先汇出5000美元试试水温。他们打算暗中观察账户的动静，看绑匪会不会自己露出马脚。而这个策略很快的奏效了。2月29号开始，连续2天，一名蒙面人都用 Samantha 的提款卡在安克拉治市区的 ATM 领出每日的取款限额500块美金。这2次警方都在接到银行通知后立刻出动，但很可惜，每次都慢了那个人一点。事后警方当然有调阅监视器，可是歹徒似乎特别注意过监视器的配置，因为除了 ATM 上的镜头有拍到他以外，其他没什么可用的线索。至于人质 Samantha 呢？不晓得，家属完全没有收到歹徒进一步的指示。就在众人揉着太阳穴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歹徒有了新的动静。3月7号 Samantha 的账户于几千公里外的亚利桑那州出现提领记录，接着地点往东移，来到新墨西哥州，然后短短2天内又到了德州。每一次监视器都拍到一名蒙面男子拿着 Samantha 的卡来提款。警方在比对过监视器画面后，判定这名男子与1周前在安克拉治 ATM 提款的人是同一个，也就是说，这个正在跨州移动的人就是他们要找的歹徒。可是这个歹徒一直以来都包得跟肉粽一样，警察要如何辨识他的身份呢？说实在，他们还真的没办法。但人家说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歹徒这一次终究还是遇上了一台泄露他行踪的摄影机。在3月7号的监视器画面中，警方发现歹徒在领完钱后朝着一辆白色的福特汽车走去。虽然那台车已经刻意停得很远，但还是被镜头的上缘给清楚地拍到了。FBI 即刻请德州的警力协助搜索这辆白色的福特。6天后，3月13号，德州公路巡警就拦查到一辆符合特征的白色福克斯，而车主的驾照发照地点不是别处，正是阿拉斯加。Well, I was going to tell you that, but we're investigating kidnapping. Okay. Just some white stuff. Why is that kidnapping where? I don't know where you're from. 画面中这位戴着墨镜、穿着灰色吊嘎的车主叫 Israel Keys。一开始被问起他和阿拉斯加的绑架案有没有关联的时候，他还在装傻，但没过多久，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因为警察在他的车子里找到 Samantha 的手机、证件和提款卡，就算这些东西是他偷来的或买来的，他现在也得走一趟警局说明清楚。Israel 后续被带回阿拉斯加接受侦讯，由于人赃俱获、证据充足，他很快就承认自己就是绑架 Samantha 的人。但他告诉警察，如果他们想要知道 Samantha 现在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就得用雪茄、巧克力棒和咖啡来跟他换。I can give you the rest of the story, like, you know,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If I get a cigar. 审讯室里的探员们答应了他的要求，毕竟当务之急是赶快问出 Samantha 的下落。而吃饱喝足、心情好的 Israel 也真的守信地将他的作案过程全盘托出。
只是说接下来从他口中吐出的字字句句都不是众人想要听的答案。Israel 表示，在执行绑架的前几天，他其实已经在咖啡屋的附近观察好一阵子。以往他坚持不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犯案，因为风险太高，容易引火上身。但是那几天他的手实在很痒，所以他才决定要在2月1号那天犯个抢劫案娱乐。至于为什么会挑那间咖啡屋，还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打烊的晚。他知道在咖啡屋里工作的通常都是年轻人，晚班也只会有一个人知情，所以如果想要抢劫的话，这样的设定很容易得手。他说本来他完全不在乎店员是谁的，但是当看到一个人在关店的 Samantha， 他就改变心意了。当下他决定他不只要抢钱，他还要绑走 Samantha， 将她彻底占为己有。I knew from the minute she walked out of that coffee stand, she wasn't going to live. Have you already decided how you were going to kill her? No. Israel 说，当他驾着 Samantha 走出咖啡屋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决定要杀掉这个女孩。可是为了不给计划添更多乱子，他还是一再的向 Samantha 保证，他要的只是赎金，让 Samantha 以为如果他不吵不闹，乖乖配合，例如说出提款卡的位置和密码，他就会平安无事。后续 Israel 载着 Samantha 回到自己约5公里外的住处，当时他的女儿和同居女友都在家，所以他只能把车停门外，在房子旁边自己平时做木工的小屋装忙。直到他确定家人都睡了以后，他才把 Samantha 带进小屋里绑起来。接着他出门去拿 Samantha 放在车上的提款卡，也就是稍早我们提过的他撞见 Samantha 男友的那一段。此举当然很冒险，但 Israel 别无选择，他必须在这个时间点拿到提款卡并测试密码能不能用，因为再晚一点 Samantha 就不可能开口说话了。确定提款卡密码正确以后， Israel 回到他的小屋，接着他把音乐的音量调高，准备进行本次计划的终章。当 Samantha 发现自己受骗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她的双手和双脚被用绳子和螺丝固定在地板上，她的嘴里还塞着丝巾。即使她不断的哭求， Israel 仍侵犯了她。随着脖子上的束带被拉得越来越紧，她也呼出肺里的最后一口气，合上了眼睛。此刻天已经快亮了， Israel 匆匆地将地上的塑胶布卷起来，将 Samantha 包好放进墙角的橱柜，接着他把小木屋上锁，走回主屋冲澡。现在他得抓紧时间收拾行李、喂狗，还有叫女儿起床准备，因为等会儿5点一到，他们一家3口就要搭计程车前往机场，飞去纽奥良参加为期2周的邮轮旅行。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die? It was taken, I mean, it's hard to tell, but it was taking a while. And I remember thinking, I still have to shower. Israel 跟家人去玩的那段期间，阿拉斯加的气温大约摄氏-6度。Samantha 所处的小屋刚好成为一个天然的冰箱，解决了所有腐败或散发气味的担忧。2月20号礼拜一是 Israel 旅行结束回到阿拉斯加的第2天。他趁小孩去上学，女友去上班的时候，到小屋把 Samantha 拿出来，再次实施侵犯。接着他去商场购买化妆品和用具，准备拍摄赎金信要用的照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但它是某电视台纪录片为了示意而模拟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照片。警方未曾将此证据照片公开，但根据 Israel 的描述，他为了让 Samantha 看起来有生气一点，他用掉好多粉底、眼影和口红，然后为了让眼睛的部分看起来是睁开的，他得用针和钓鱼线自己缝。至于头发的辫子造型，他说他平时就是这么帮女儿绑头发的，所以他也没想这么多。最后是那份挑在2月13号的报纸，他告诉探员们他只是随便抓来凑合一下，因为13号那天他还在邮轮上。假使说真的有人怀疑到他这边来，这份报纸也能作为他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审讯的后半段， Israel 用平稳的口气描述他如何将 Samantha 拆解，并分批带到马塔努斯卡湖丢弃。他也调侃自己因为忙着收拾残局，赶不上女儿的家长会谈，不得不在湖边打电话跟老师改期。这3个小时的自白过程中， Israel 时而沉思，时而爆笑，且多次在语句中刻意透露自己不是第一次犯案。这种种表现让在座的警探们背脊发凉，也更急迫地想要证实此人话语的真实性。于是4月1号，警方来到结冰的马塔努斯卡湖，他们在 Israel 描述的区域凿开一个洞，并出动摄影机器到水下找寻 Samantha 的身影。
没过多久，镜头便在河床上捕捉到了好几块苍白的物体。后续经过 DNA 鉴定，遗体的身份确定就是失踪2个月的 Samantha。Good evening, everyone. The massive search for missing barista Samantha Koenig is over, but it's not the news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hoping for. Anchorage police announced today they found a body they believe to be Samantha Koenig's in Matanuska Lake out in the valley. 这个消息让 Samantha 的家属肝肠寸断，他们有满腹的怒火与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女孩会遭遇如此毒手。但无奈的是，此刻他们还无法得到所有的答案。因为警方当前正在跟犯人谈判，希望将 Samantha 以外的其他10个受害者都找出来。而犯人对于自白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要匿名，他不要自己作案的细节被媒体公布，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尤其是影响到他的女儿。Really big concern to me is, my kid's going to be around. I don't want her to type my name in the computer and have it pop up.故事要继续说下去，我们就得先了解 Israel Keyes 是个怎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一样会用他的审讯录音档作为辅助，快速摘要一下他的背景，他落网前的生活，还有他内心的想法，然后我会再回头讲解他犯下的其他案件。由于这次的影片比较长，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时间晚了要先去睡，有事的话先去忙，之后再记得回来把影片补完就好。那我们从 Israel 的童年开始。1978年 Israel Keyes 出生在美国犹他州，家中的10个孩子里，他排行老2。光看他的名字就知道，宗教信仰在他的家中有着相当大的分量。Israel 以色列源自希伯来文，基督教圣经将这个名字释义为 Struggle with God， 与神对抗，与神挣扎。那会这么取名，是因为 Israel 的爸爸妈妈是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政府干预，也不相信现代医学。在 Israel 5岁时，他们搬到华盛顿州，并加入一个名叫方舟的教会。方舟教会教导白人至上主义，推崇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抵制使用现代科技。因此那段期间 Israel 跟着父母亲住在森林里，过着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和暖气的原始生活。对于一个孩子肚子饿要自己去打猎，屋子睡不下就得睡在帐篷里的这种生长环境，我们常人难以想象，但 Israel 倒是挺爱的。他喜欢狩猎的过程，甚至把它当作兴趣在享受。他会在教会朋友面前吹嘘自己是如何活活剥下一头鹿的皮。他也曾在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用枪打破猫咪的肚子，以为这样很有趣。他自己是笑得很开心，但他的朋友却在旁边吐得东倒西歪。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渐渐跟他疏远，不敢再跟他一起玩。他也开始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有着常人所没有的黑暗想法和冲动。I've known since I was 14 that there were things that I thought were normal and that were okay that nobody else seems to think are normal and okay. Yeah. So that's when I just started being a loner, I guess. 1998年，在 Israel 加入军队以前，他还随着父母亲搬过几次家。他也向警方坦诚，他在那段期间曾侵犯一名年纪介于14到18岁的女生。原本他是计划要灭口的，但他最后怯场没能下手。对此他感到非常后悔，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军营里的 Israel 表现得非常出色，除了德州和华盛顿州，他还曾驻点埃及，是第25步兵师第5步兵团的专业军士。2001年7月 Israel 光荣退伍，并搬到了华盛顿州的尼亚湾。在那里，他与女友 Tammy 热恋，并育有一个女儿。接下来的6年，他们一家都住在马卡部落。Israel 以木工为业，跟社区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值得信赖又爱家的好男人。然而 Israel 却向警方坦诚，自己在搬到尼亚湾不久后，就犯下了他人生的第1起凶杀案。受害者是谁，他不肯讲，但他语带炫耀地告诉警探们说，过去14年来，他都一直过着双面人的生活。即使到落网前，他的受害者都已经要接近一打，但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识破他的伪装，也没有一个人真的了解他。There is no one who knows me, or who has ever known me, who knows anything about me, really. They're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line up with anything I tell you because I'm two different people, basically. And the only person who knows about what I'm telling you, the kind of things I'm telling you, is m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wo different people? Long time. 14 years.
2007年3月 Israel 结束与前女友的感情，并搬到了阿拉斯加州。他带着女儿和现任女友 Kimberly 住在安克拉治斯普尔巷2456号。这栋灰蓝色的房子侧边有一个小空地，恰好可以给 Israel 搭建一个小屋，供他做木工和储物。同年 Israel 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凯斯建筑，他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从承包工程、建筑业务到杂项的修缮，都是他一手包办。自己当老板的好处，除了工作安排弹性，另一个优点就是不用跟任何人报备。Israel 的女友是护理师，平时工作忙碌，他的女儿也要上学，加上家里有固定合作的保姆，即使他要出远门几天，孩子的照顾也不成问题。Israel 表示，他经常利用这些闲暇时间到其他州去找乐子。作案的用具像是枪、绳索和胶带那些，他都已经放进防水的桶子里，预先在各地买好了。他说这些桶子就像是游戏里的宝箱，无论他选定哪一个地方犯案，他都可以随时补给所需的装备。听到这儿，警探们已经拿好荧光笔，准备要画重点了。但 Israel 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不愿意透露这些工具埋在哪，也不愿意供出任何地点或人名，因为他说这是珍贵的情报，也是他现在唯一有的优势。如果警察想要知道，一样，他们得拿东西来换。而这一次他要的不是雪茄或咖啡，而是死刑。他要整个司法程序在1年内跑完，并且给他一个确定的处决日。I want an execution date. You know, I'll tell you about everything. I'll give you plead guilty to whatever. I'll give you every single gory detail you want. But that's what I want. Because I want my kid to have a chance to grow up and not have all this hanging over her head. 截至目前为止 Israel 要求的东西除了吃的喝的，就是匿名性、媒体不报道和死刑3大项了。然而这3个要求对于警方而言都很难达成。匿名不公布犯人的身份，那要怎么跟家属和社会交代？新闻媒体也不隶属警察单位，他们要怎么掌控报道的内容？再来是判刑，这个掌握在庭审、陪审团与法官的手中。更不用说阿拉斯加州本身没有死刑，即使将 Israel 引渡到有这个刑罚的州，也没有人能保证他一定能如愿以偿。那这下子该怎么办？谈判的过程中，警方表示这些他们都会尽力的为他争取，不过条件是他现在得再供出多一点资讯，这样他们才有筹码去跟上面管事的人谈。思考过后 Israel 答应了，他说他可以给警方2个遗体和1个名字。接着他念出了一个姓氏叫 Courier， 他说这2个人住在美国佛蒙特州，是一对中年夫妻。警方立即将这个名字输入搜寻引擎一查，果真就看到这对夫妻于2011年失踪的消息。Essex Vermont couple vanished last week. There are very few clues, and now the family is asking for your help. The family of Bill and Lorraine Courier, clutching a picture of the missing couple, says they're devastated. Bill and Lorraine, if you can hear this, know that we all love you and that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know how to do to find you and bring you home. And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call the Essex Police Department. Here's their number, 50岁的 Bill 和55岁的 Lorraine Courier 住在美国东北方佛蒙特州的艾塞克斯镇。他们2人都在医护产业工作，膝下无子，生活单纯。亲友们说，他们最后一次听到这对夫妻的消息是在2011年的6月8号。那天傍晚，他们2人下班后就从此与外界失联。次日，家属立即报警，贴出寻人启事。然而，这起失踪案侦办到如今接近1年的时间，迟迟没有突破。直到远在5000公里外的 Israel 开口说出他们的名字。Israel 说，2011年6月2号，他搭机抵达芝加哥，准备自己开车到缅因州拜访家人。不过这一趟路途遥远，他在租好车后便决定要暂停佛蒙特州，找个事做。他记得2年前他在艾塞克斯镇附近有埋他的作案宝箱，因此他打算去那个区域找一对情侣或夫妻下手。6月8号礼拜3，他在经过一番考察和评估后，选定了一间位于科尔伯特街的房子。当警探们问他为什么住宅区有这么多房屋，他却偏偏选那一间的时候，他给出了相当精密的分析。他说那间房子有泳池、烧烤架和露台，后院的装修风格也像是有年纪的夫妻才会选择的。加上他在行动前有先在屋子外面等待，并把电话线剪断，都没有听到警报器响或是有猫狗或小孩的叫声，因此他猜测房子里只会有一间卧房。只要在进屋以前再仔细听一下电风扇的声音，就可以知道这对夫妻睡在哪里了。
虽然 Israel 没有见过 Bill 和 Lorraine， 但一切都被他猜得准。当晚他从车库破窗潜进去的时候，他只花了6秒钟就抵达这对夫妻的卧房。那速度之快，床上的2人甚至都还来不及揉眼睛，他们的手脚就已经被绑住。Were they cooperative at first, at least? Yeah. Pretty shocked. I'm sure. People never expect stuff to happen to them. Israel 先是搜刮屋内的财物，接着他把这对夫妻押上他们的自家车，出发去一栋稍早他已经物色好的废弃农房。当他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Israel 把 Bill 带去地下室拴起来，然后把 Lorraine 带到2楼，将他的手和脚都固定在床架上。正当 Israel 想开始他的计划时，地下室传来了 Bill 的阵阵怒吼。他不停喊着：“我老婆在哪里？你把她带去哪里？”这么一喊，把2楼的 Israel 喊得心烦意乱。眼看这样下去行不通， Israel 不耐烦地奔向地下室。没想到一进去就看到被拴在凳子上的 Bill 已经快要挣脱。那一刻 Israel 的脾气真的来了，他试着将 Bill 重新固定好，但 Bill 却抵死不从。Israel 说当时 Bill 一边跟他扭打，还一边劝他回头是岸，要他停手，但他只觉得这种发言实在太荒谬。他说对方都不晓得他为这次行动付出了多少心血，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 He's like, just let us go. I know you're in too deep, but you can still walk away. And I just kind of laughed at him. I was like, you know, you don't even know how much planning I put into this. You just walk away. 由于在地下室的搏斗花去太多时间， Israel 决定要割舍 Bill， 意思是他原本设想好的计划是包含男方在内的。至于那个计划确切是什么，他没说，他只说他抓了手边的铲子，用力的往 Bill 的头挥过去，想把他打昏。但是看到 Bill 摔倒后还试着站起来要跟他肉搏，他就果断上2楼拿枪了。这一次再回到地下室， Israel 清空了弹夹，而 Bill 是在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他之后才终于倒地。后续 Israel 回到2楼，将计划的另一半完成。 Lorraine 一直叫喊抵抗，但被固定成大字形的她其实做不了什么。结束之后， Israel 将意识模糊的 Lorraine 带到地下室，并从后方将她勒毙。此刻天已经亮了， Israel 加紧脚步，将2人个别放进2个大垃圾袋，并往里头倒了通水管的容易加速腐蚀和清除任何可能的 DNA。 接着他将这2个袋子绑好，跟地下室墙角的其他杂物堆在一起。处理好地下室后， Israel 回到1、2楼做最后的收拾和清理。清晨大约6点，他驾着这对夫妻的车离开。 Israel 告诉警方，那天早上他本来还要去抢1、2间银行，可是因为他一夜没睡，精神不好，加上那对夫妻的车很旧，好像开不远，他才作罢。不然抢银行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消遣，既刺激又有钱拿，他过去从来不曾失手。例如他邮轮旅行结束要返回阿拉斯加的前几天，他就在德州抢了德州国家银行，那次抢来的钱他到现在都还没用完。 Israel 说，那天他决定不去抢银行后，就把那对夫妻的车抛弃在路边。接着他在早上8点离开旅馆，前往缅因州找家人。昨晚的一切就好像一道闪电般迅速，那一刻他要走了，却没有人知道他来过。 Bill and Lorraine Currier went missing last June. Now, almost a year later, new movement in the case, with police excavating an area of Route 15 in Essex Junction. 2012年4月12号 ，FBI 凭着 Israel 提供的资讯，锁定了那间他犯案用的农房。然而，人员在抵达后才发现该农房已经遭到拆除，原本该是地下室的位置，现在只剩下一堆破碎的瓦砾。 即使他们出动怪手在那里挖了好几天，巡视犬也回报该地有腐败的气味，最后他们仍一无所获。联邦警力突然在一个土地开挖，又对当地的警察守口如瓶，谁用膝盖想都知道肯定有事。果不其然，在工程开始的第2天，就已经有媒体报道猜测此举跟 Bill 和 Lorraine 的失踪案有关。由于农房这边找不到遗体 ，FBI 只能将搜寻地点转移到废弃物最终的去处，也就是当地的垃圾掩埋场。 结果这一找又是几个礼拜。最糟糕的是，如此大动作的搜索没有换来大家想要的结局。遗体没找到就算了 ，Israel 的名字还遭到佛蒙特州的检调单位公布。这件事让 Israel 非常不高兴。在7月26号的面谈中，他和警探们几乎是要吵起来。他说他已经依照约定供出警方需要的资讯，但他要求的东西至今通通都没有实现。
他认为遗体找不到又不是他的错，可是 FBI 却没有守信保密他的身份。在座的警探们试着跟 Israel 解释他们有辖区的问题，希望他能继续配合办案，但 Israel 并没有被说服。他认为既然事情不会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他也就无需再跟警方合作。The bottom line, we already all know how this ends. So it's all I care about is what happens between now and whenever it ends. And if things don't go the way I want, I don't need you guys. Let's talk about it, okay? I mean, let's see if we can resolve it. 接下来的几个月，警方都一直在试着修补与 Israel 的合作关系。Israel 也似乎愿意继续配合。在11月29号的面谈中，探员们还跟他约好，下次见面要跟他聊聊他在纽约州犯的案子。然而12月2号，狱警却发现苍白的 Israel 倒在牢房的地板上，他的手腕有伤，脖子上有被单绑成的绳结，他的囚服也被生下的血泊浸成了深红色。尸检与鉴识报告显示，Israel 是在前一晚用偷藏在牙刷里的剃刀给自己做了了结。至于剃刀怎么来的，没人知道，因为几个月前监狱早就连铅笔都不给他了。无论如何，他这次行动前势必是准备了很久。特别要提一下，人员在搬动 Israel 的遗体时，有在他的身下找到几张笔记纸。由于纸张被血完全浸湿了，一开始探员们根本看不出来上面写什么。大家以为那是 Israel 留下来的遗书，觉得里头势必有什么办案价值。结果他们把纸带回实验室分析之后，才发现那整整4页的笔记都只是 Israel 的诗和心情小语。这笔记写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念，不过我翻译了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句子，可以在这里念给大家听。你可能觉得你很自由，你很热爱活在谎言里，但命运有它的计划，如果它要你死，你还是会像虫子一样一捏就碎。很快你会加入亡者的行列，你的骨灰会随风而去，亲友会为你掉几滴泪，假装你去的地方是天堂，但事实上你只是骨头和肉块。当你的脑死亡，你的灵魂也不存在。如同几个月前 Israel 在面谈中所说的，他不在乎警方要什么，他也不在乎受害者家属是否还在等待心爱的人回家。对他来说，人只是肉，凭着一口气飘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他自己就是命运，能没有理由地盯上某个人，夺取对方的性命，恣意妄为。当警探们问他 Why 为什么，他的回答则是 Why not 为什么不。我才明白理由之于他根本不重要，他做任何事只是因为他想，因为他可以。I understand that you've got your schedule, you've got your deadline, you've got things you've got to get done, but honestly that's of no concern to me. If it's not going the way you want it to, or you're not getting your information fast enough, then do what you got to do. But I already know you'll be back. So, well, maybe. 精神科医师认为 Israel 患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警察也表示他们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连环杀手。他没有固定的犯案手法，没有偏好特定类型的受害者，他可以为了制造犯案断点长途奔波，还能发挥极高的自制力，在犯罪之余兼顾家庭和工作。可偏偏这么一个凶残无情的杀手，却又处处牵挂自己的亲人。From an entertainment perspective, from my perspective, yeah, it would be really fun to have all this stuff come out, but I'm not trying to single handedly let all of that. Israel 在7月份的面谈里曾说，他不想要他侵犯被害人的那些细节被公诸于世，尤其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或家人知道。他想要女儿有个正常的人生，他也希望他的妈妈不要伤心。所以他一直想要跟检警谈条件，用交换情报的方式防止这些资讯被公开。然而事情却完全无法照他所想的那样发展。或许这是他选择自我了结的原因之一，也或许他是受不了被囚禁在监牢里。无论如何，所有的秘密已经随他而去，活着的人只能追着他的足迹，试着解出他留下的谜。除了那4页染血的笔记，警方也在 Israel 的牢房中找到他的画作，11颗用血画的骷髅，代表他夺走的11条生命。除了 Samantha、Bill 和 Lorraine， 其他8个受害者是谁？他们遭遇了什么？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在查。
由于探员们并未找到所有 Israel 埋的宝箱，他们呼吁美国各州的人们，若是碰巧找到类似的塑胶桶或塑胶袋，请尽量不要去触碰，并立即通报警察，因为里头很可能有证据能协助他们破案。Samantha 的父母亲在女儿的遗体寻获后就不曾出现在镜头前，他们关闭脸书专页，删除社群媒体账号，不愿意再跟网络有任何瓜葛。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 Samantha 失踪的那段期间，家属不只收到来自各方的支持，他们也收到严重的诽谤。许多网民称 Samantha 是虫，还说她根本就认识绑走她的歹徒，要她不要再演戏。Samantha 的爸爸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也表明他会搜集证据交由警方处理。I mean, people on the internet are slandering my daughter's name, saying she's a prostitute, a drug addict, and all sorts of crap, and she is the furthest thing from that. And I won't put up with it anymore, and the people watching this that are putting that shit on TV, excuse my language, I'm going to send it to the cyber unit of the Anchorage Police Department, and you will be prosecuted for slandering my daughter's name. 当警探们告诉他女儿的遗体找到了，所有的喧闹也不再重要。作为一个父亲，他的世界已经崩成碎片。2012年5月15号 ，Samantha 的爸爸遭到警方逮捕，原因是他在市区酒吧喝醉，并威胁要请阻止他酒驾的守门人吃子弹。事后，检方以酒驾、袭击等罪名将爸爸起诉，但后来他怎么样了？我在网络上没能找到后续。Israel Keys 绝对是纯粹的恶，但他说的某些话却很有道理。例如，人们从来都不认为这种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句话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里。我就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有人在暗夜里突然站在我的床前，拿着武器指着我，我要怎么办？我该拿手机求救吗？可是我手机放在柜子上充电，一时要拿可能拿不到。然后我又有近视，没戴眼镜等于看不见。高几率等我完全醒来克服惊吓的时候，我已经错过了逃生的时机。所以影片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平时有机会可以学习防身术，携带辣椒水或是会发出声响的小警报器，甚至是多运动增强体能都可以。记得夜晚灯光昏暗的地方不要一个人去，人在外头除了听音乐滑手机，也要随时观察身边的人事物。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频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